对于一个 minority 来讲，他的生活的任何一个面向，其实都被政治深刻的影响着。所以去关注政治，去书写政治，其实是不得不然。叫李勤峰啊，我是一个作家，我是在台湾出生，然后在台湾长大的。我在很小时候其实就还蛮喜欢阅读，然后自己也是尝试写作这样子，不过一直都没有写出什么成绩，有点算是放弃作家的梦想这样。搬来日本之后呢，就念研究所念完之后，就到日本的公司去上班。有一天就突发奇想，开始想用日文写小说。当然，日本上班族其实还蛮累的。我自己就是比较不参与这些社交活动，可能下班之后就跑回家，然后利用睡前的几个小时，然后写小说。那写着写着就写成了大概一篇8、9万字日文字的小说，然后就把它拿去投稿，然后那篇小说就得奖了，所以我就变成一个作家。李勤峰这个笔名，我自己是真的蛮喜欢的。每一个字都有意思。如果的李这个字呢，是取自我自己蛮喜欢的，像是李白啊，或是李煜、李清照，来自古诗人的姓。秦这个字呢，那就是来自琴棋诗画这种中国古代对于文人的一种想象。王国维有一句词叫做这个世上高峰窥皓月，偶开天眼去红尘，可怜身是眼中人。就从这边拿出，就是取这个风字。秦风在日文里面可以念成 kodomi， 所以就是一个日中双用的名字。对于住在台湾的人来讲，除了英语以外，最切身、最贴近的语言外语，其实大概就是日语啦。对，因为特别是在90年代，然后2000年代，日本的文化真的还蛮强的。那我也是从小就接触这些文化，以前叫神奇宝贝，现在好像叫精灵宝可梦、名侦探柯南啊，或者是库洛魔法使啊，那时候就很自然而然就开始学日文。然后日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的 dynamic 的语言，不断的从周遭的语言，特别是中文，然后到了近代之后，就是有一些荷兰语啊、英语、法语之类的，从各种语言吸收各种元素，然后形成了今天的日语。所以我觉得日语这个语言是真的非常美丽、非常奇妙，并且非常有趣的一个语言。那我就尝试着在《彼岸花盛开之岛》这个小说里面，用日语来做一种语言实验。我试图把现代的日语和现代的中文，就是把它融合起来，变成一种新的语言，还添加了一些琉球语以及台语。所以我就设了一个架空的岛屿，但是岛屿也不大可能完全架空，所以我是从这个距离台湾最近的那个国岛，把它拿来做一个原型，然后设定出一个架空的时空背景，然后来写这个小说这样。在那个岛屿里面，其实是由女性来掌握历史，以及来处理政治啊，或者是宗教的一些事务。对，那并且男性是不被允许去知道历史，也不被允许去这个碰触政治以及宗教事务。想要去思考的就是，假如好，今天真的有这样的一座岛屿，然后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，有这样的一个宗教体制，那在里面的男性，或者是被认为是男性的人，他们会怎么样成长？会有什么样的思考？我并不是要去试图煽动对立，或者是煽动仇恨，并不是。我想要去摸索，想要去探索，有没有一个办法是能够让很多的不平等，让很多的压迫能够去找到出路。我觉得政治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想象，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我们对目前的生活有什么不满，其实这都跟政治有关。对于一个 minority 来讲，他的生活的任何一个面向，其实都被政治深刻的影响着。所以去关注政治，去书写政治，其实是不得不然，这也是一个无奈。2018年，然后就听到新疆好像发生一些不大好的事情，这样子。这个事情可能我觉得可以写成小说。在北极星小落之夜，花了蛮大的篇幅去写太阳花学运里面的这个立法院里面的事情。在那里面，其实也发生一些女性的意见不被尊重，或者是性别少数的意见不被尊重，彩虹旗被撤下的这样子的事情。那我是写小说的，我不是写历史教科书的，我会用我的视角去回顾这个事件，然后写出我认为应该要写出的东西。那这就是我抵抗遗忘的方式。